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。今天我們來聊一個詞，你一定聽過，就是躺平。這可不只是一個網絡流行語而已哦，它更像是一場遍布在我們這個世代裡頭的無聲的抗議。在我們深入拆解這個現象之前，我想先請你看一個數字 16.36， 你先記住它。這個數字可以說是一把鑰匙。它會解開這個世代很多人內心深處那種說不出來的絕望感。沒錯，這個數字背後的現實是什麼？它指的是在台北市，一個家庭要把他們賺到的每一塊錢完完整整的存下來，整整存上16.36年。這期間你不能有任何開銷，不吃不喝，才能買得起一間平均水準的房子。你說這根本是一個不可能達成的任務嗎？好，接下來的內容我們會從5個角度來一步步拆解。首先來看看房子是怎麼從必需品變成一個遙不可及的夢。接着我們會探討躺平這個文化是怎麼崛起的。然後我們會用數據找出那把最關鍵的點燃絕望的火槍。再來，我們把視角拉大，看看這是不是整個東亞地區都在面對的共同困境。最後，我們一起來思考一下，這會不會其實是一種重新奪回人生定義權的方式？好的，馬上進入第一個關鍵點。你想想，當擁有一個自己的家，從一個理所當然的人生目標，變成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時，那整個遊戲規則就完全不一樣了。這是一條持續向上攀升的曲線，我相信很多人看了都心有戚戚焉，真的很驚人。在短短不到10年的時間裡，全台灣的房價所得比就從大概8倍多一路衝破了10倍大關，來到10.65倍。這代表什麼？這就代表我們薪水增加的速度就像在地上跑步，但房價卻是坐着火箭往天上衝。我們的努力被那枚火箭遠遠地拋在腦後。如果你覺得全台灣平均要10年不吃不喝已經很誇張了，那我們把焦點拉到工作機會最多的首都圈，你會看到2根特別高的柱子。在新北市，這個數字接近14倍，而在台北市，就是我們一開始提到的那個讓人幾乎無法呼吸的16.36倍。這股壓力就這樣重重地壓在最多人必須要打拼的地方。這一連串冰冷的數字，它不只是統計資料而已哦。它正在深刻地改變我們的社會，年輕人被迫脫北，脫離都市，人口開始外流。接着，大家不敢結婚，更不敢生小孩，整個社會的消費力也跟着萎縮。可以說，整個社會的活力正被這沉重的房價枷鎖一點一滴地侵蝕掉。OK， 在這種巨大的結構性壓力之下，一種新的社會心態就出現了。這就帶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。從內捲的精疲力竭到躺平的理性退出。先來解釋一下內捲。什麼是內捲？有一個比喻我覺得非常傳神。你就想象一下，大家在電影院看電影，本來都坐得好好的，結果第一排的人為了看得更清楚，他站了起來。那後面的人怎麼辦？只好也跟着站起來。最後的結果就是所有人都站着看電影，每個人都比坐着的時候累得多，但實際上沒有任何一個人因此獲得了更好的視野。這就是內捲，一種無意義的自我消耗的內部競爭。好，那問題來了，如果你意識到跟着大家一起站起來瞎忙，只是讓自己更累，完全沒有好處，那最理性的選擇是什麼呢？沒錯，就是坐下，甚至是乾脆躺平。所以躺平其實就是對內捲這場無效競賽的一種主動退出，它是一種好，這個遊戲我不玩了的宣言。那麼高房價跟躺平之間的關聯，真的就只是一種感覺，一種社會氛圍嗎？還是說有客觀的數據可以證明這兩者之間的關係？接下來，我們就來看看學術研究找到的那個最關鍵的證據。所以，我們要問的核心問題就是：這個壓垮整個世代奮鬥動力的最後一根稻草，真的就是那個高到讓人絕望的房價嗎？有一份來自四川大學針對成都年輕人做的研究，就透過非常精準的量化分析，給出了一個相當驚人的答案。這份研究發現了一個關鍵的引爆點。當一個地區的房價所得比跨越了某個門檻之後，年輕人的心態就會發生質變，而這個門檻不多不少就是10倍。這就是整個研究最震撼的結論。
一旦房價所得比超過了10倍，年輕人選擇躺平的幾率會瞬間暴增2.3倍。這幾乎可以說是找到了房價和躺平之間最直接、最赤裸的數據連結。但你知道嗎？這種困境其實並不是台灣獨有的。事實上，當我們把視角再放大一點，放到整個東亞地區，你會發現，這是一場跨越國界的、令人心碎的集體共鳴。你看哦，在中國，他們談的是躺平跟內捲。在台灣，我們早年有小確幸，後來有厭世代。在日本，趨勢專家大前研已提出了低慾望社會這個概念。而在韓國，年輕人更直接，自稱是拋棄了戀愛、結婚、生子等等7件事情的棄拋世代。你看哦，雖然每個地方用的名詞不一樣，但背後那種被社會結構壓縮的無力感卻是驚人地相似。接下來，我們進入最後一個部分。與其一直說躺平是一種懶惰、一種放棄，我們有沒有可能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它？或許這其實是一場安靜的革命，一場要重新奪回人生定義權的運動。當初催生躺平這個詞的網絡貼文留下了這句非常經典的話，他把躺平這個行為從一種消極的姿態提升到一種哲學的層次。他的意思是，我拒絕再被外在那些成功的標準綁架，我要重新回到原點，以人本身的需求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。這其實是一場根本性的價值觀轉變。傳統社會告訴我們的成功指標，像是你要有房、有車、有社會地位、有錢，這些東西正在被新一代的價值觀給取代。他們更在乎的是什麼？是獨特的人生體驗，是內心的平靜，是用自己喜歡的方式去實現自我價值。那麼，面對這個幾乎是結構性的問題，我們現有的政策，像是蓋社會住宅啊、發租金補貼等等，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？雖然這些政策的立意良善，但很多人的感覺是，這就像杯水車薪，他們能暫時緩解一下症狀，就像貼 OK 棒，但好像沒辦法真的去根治高房價這個核心的病因。這也某種程度上加深了那種反正努力也沒用，不如躺平的無力感。所以最後，我想留給大家一個問題思考一下：躺平究竟是這個世代對人生的徹底放棄，或者是他們在認清了現實之後，選擇拒絕繼續玩一場規則早就被寫好，而且自己注定贏不了的遊戲？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，我們從台北市高達16.36倍的房價所得比這個驚人數字開始，看到了它如何引發一連串的社會後果，並且催生了從內捲到躺平的社會心態。接着，一份關鍵研究揭示了，房價所得比一旦超過10倍，年輕人躺平的幾率就會暴增2.3倍，這是一個非常強烈的關聯。我們也發現，這不只是台灣的問題，而是整個東亞地區的共同困境。而最重要的是，我們重新思考了，躺平或許不是消極的放棄，而是一種重新定義成功、奪回人生主導權的5聲革命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訂閱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